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生活中常听人说，这双手是富贵手嘞，以后不愁吃穿的。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手是富贵手，或者比较有福气的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第一，掌纹深刻且清晰。手上的纹路通常能够表现出一个人的天资、性格、事业、财运走势和个人的命运发展。手掌纹路多，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掌纹杂多混乱，寓意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奔波。掌纹清晰的人大多是精明，做事情有章法，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如果掌纹纹路深而且清晰，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事业发展的很顺利，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第二，手财纹深长。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就是手财纹。此纹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能否发财或者守财。手财纹长代表入财多，守的财也多；手财纹短代表入财少或者不易守财。手财纹深长的人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会挣钱也会守财，知道如何管理钱财，也是富贵的手相之一。第三，手如干姜，家道必昌。手如干姜主要说的是手的握力，因为干姜的阳气最重，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如果肝功能旺盛，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具有勇气谋略，敢闯敢拼，富有冒险精神，敢为天下先，有不畏艰难的韧性。这样的人一定能够事业成功，取得非凡的成就。第四，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以掌面为中心，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手掌红纹表示此人血气足，元气充盈，身体健康。肉主阴主福，手掌厚而富弹性，肤光滑柔软，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福泽深厚，福禄天成。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第五，多财富纹。在大拇指第二节纹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纹，或有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纹、菱形纹、钻石纹或类钻石纹，均可统称为财富纹。财富纹以见方格纹或菱形纹为最佳，不论是横纹或者是直纹，纹越多表示钱财积累越多，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而且这种人都很懂得理财，能够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富的财富。第六，财运线深且清晰。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财运线最好是如针一般挺直，且没有其他的障碍线。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的财运线有几条，而且纹路非常深且清晰，这样的人大多是会财运亨通，财运顺利，身边也会有个贵人相助，容易会大富大贵。第七，掌心凹陷，能聚财积福。如果把手掌比作聚宝盆，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深浅能够看出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掌心凹陷的人能够聚财聚福，有这种手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是最容易发达的。年少家底丰厚，自己的理财能力也很强，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财运，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晚年幸福安逸。第八，多财帛纹。财帛纹也称为是钱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财帛纹寓意着金钱财物，这些纹线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福禄财运运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个人的财运旺盛，能够享富贵荣华。有这种手相的人，通过偏财获得丰厚的财务收入，生财有道。第九，五指长短有序，中指稍长。从手相学来说，五指代表着一个人的父母、成就、配偶和子女。五指修长，长短有序，间隙合一的人，各方面各有所得，福泽绵长。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少时能得家人庇佑，衣食丰足，青年夫妻恩爱，子女缘深厚，一生运势平稳。其中中指稍长的人，说明此人善于算计，做事情缜密有条理，能挣钱理财，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也很容易大富大贵。第十，食指有三豹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
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3宝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财富往往是由姻缘带来的。如果是女性的话，有很大的机会嫁给富贵人家，受夫家福荫，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衣食丰足。男性的话也能够取得有钱娇妻，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首相之一。第11，太阳丘丰满高隆。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才能与生命等。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颜色明润，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在青年时期就能够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是性情温厚、正派乐观，个性明朗，有较高的素养，通常有很好的人缘，晚年能够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衣食丰足，家庭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第12，木星丘饱满。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代表的人的意志、欲望、地位和权力等，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是热衷名利、自负骄傲，充满雄心斗志，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同时还有的人花钱大手大脚，毫无理财的观念，却总是有钱花。有的人勤俭节约，每次消费都要精确到毫克，却还是那么穷。那么快跟着我一起来看看本期的手相图解吧，带你了解穷人手相的9个标志。第1，财运线弯曲。手相中的财运线可是与财运关系最密切的所在，所以你贫穷还是富有，财运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若是你的财运线深长清晰，那么恭喜你，可以成为一个有钱的人。但如果你的财运线弯曲很浅，那么不好意思，你这一生都只能是个穷人哟。第2，事业线不佳。事业线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事业成功当然可以获得成功的人生，而事业失败只怕一辈子都难以富贵，所以事业线不佳的人也有成为穷人的潜质。第3，烦恼线清晰。烦恼线的出现寓意不吉，从手相中来看，如果你的手相中有烦恼线且非常的清晰，就说明你的这一生的日子过得非常的烦扰困扰，一辈子是劳碌并贫穷。第4，手掌没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中手掌非常的有肉，手掌的肉是很绵软，整个手掌色泽红润，那么这样手相的人一定是一个富贵之人，这一辈子注定是财运亨通。但相反，如果你手相中手掌毫无肉感，整个手掌都如同干柴一般坚硬，这样的手相说明你财运不佳，福气不好，注定是贫穷。第5，手指很粗短。手指细长圆润是福气满满、财运亨通的象征，而手指又粗又短则是福气欠佳、命运非常贫苦的征兆。一般来说，手指又粗又短的人大多数都是穷人的。第6，手指缝隙大。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中五指合拢，但每个手指之间都有非常大的缝隙，这样的手掌意味着一个人有钱也留不住，即便是家财万贯到了他们的手中也都会满满流失，因此这样手相的人注定是穷人的命运。第7，食指超级短。手中的食指与一个人的上进心是相关的，食指长的人有上进心，愿意拼搏，而食指很短的人则是一个没有上进心、不想拼搏、对金钱没有欲望的人，这样的人必定是一个穷人。第8，理财纹很浅。手相中的理财纹可是与财运息息相关的纹路，理财纹清晰的人理财的能力很强，懂得积累财富，而理财纹很短的人则是一个没有理财观念的人，所以理财纹很浅也是穷人手相的标志之一。第9，手掌有青筋。根据手相学的说法，手掌有青筋是劳碌、贫贱、命苦的征兆。金不在手，富得流油的发大财手相。一个人的手掌与自己的财运有关，因为承载着一个人一生的好运和厄运。有些人手相好，生来就富有，而有些不同，即使是在奋斗一生也无济于事。也有些人在早期运势差，但中年后财运大翻身，事业有成，名利双收。1，财库大。如果3丘都饱满，命中多财库，而且财库非常饱满，这个人是十足的财迷，
但他们爱钱但并不贪婪，这种人不吝啬于与他人分享财富。许多人喜欢和他们做朋友，朋友多了比别人有更多赚钱的机会，总是尽快得到机遇，然后赚很多钱。2. 水星丘饱满的女性也非常容易受到异性的欢迎。水星丘是指我们小指下的一小块区域，如果水星丘中心是饱满，这也表明这个人总是一个很受男人欢迎的女人。本来水就足以代表桃花、情感和缘分，所以桃花也叫仙池。3. 贵人运旺。3丘饱满的人之贵人运非常旺盛，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会得到帮助，渡过难关，这将导致他们在金钱上的支持和鼓励。他们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如果他们有好事情不会独自享受，也会感谢和酬谢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因此也会一步一步的有好运，这使他们贵不可言。4. 偏财运旺。3丘饱满的偏财运非常旺盛，这种人总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入，不管他们是投资还是理财，都会得到很多回报。他们的智商很高，如果有机会是不会放过的，因此这种人将利用一切工具为自己创造无尽的财富。5. 钱能生钱。手相3丘饱满的人贸易脑筋非常的强，他们很善于开掘商机，在事业上经常是他人的领头人。这种人不屑于那些蝇头小利，要赚就要赚大的，老是会找个各类机会赚更多的钱。他们善于理财投资，老是可以钱能生钱，把钱越赚越多，富甲一方只是时间问题。对于拥有饱满金星丘的女性来说，异性缘往往很激烈。拇指升起的小地方在手相学上叫金星丘，隆起中央的金星丘呈现出凸起、隆起，这表明这样的女性总是很受欢迎，因为她在生活和任务中很容易得到男人的爱和保护，因为金星丘代表着热情和魅力。第2，手中有一线，财显富贵线。一线指什么线？可信吗？相术作为一种特殊传统文化，已经有着数千年历史了。老祖宗把一些相术以俗语的形式传播开来，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知道俗语是老祖宗生活经验的总结，又经过了数代人的传承才流传了下来。这些俗语在过去对人们的生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俗语不仅浅显易懂，而且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俗话说，手中有一线，财显富贵线，这一线指的是什么线呢？老祖宗的流传下来的相人术到底准不准呢？一线指的是人手掌上的一道掌纹。命理手相学认为，人的手掌纹路中包含3大主线，分别是天纹、地纹、人纹3线。1. 人纹线，它有一个众人皆知的西方名字，叫做智慧线。它位于手掌中央，起于食指第3指关节腔的边缘，向小鱼际呈抛物线延伸，伸向中指、无名指或小指下方。2. 天纹线也有一个众人皆知的西方名字，叫做感情线，又称爱情线。人纹线起于手掌的尾指基部的侧面，横伸向食指下方的木星丘部与中指下方的土星丘之间，以稍微呈弧线形、抛物状的向前延伸，最为标准，其线末端在中指下方或食指下方。3. 地纹线，它的众人皆知的名字叫做生命线。地纹线起于食指指根线与拇指根线中点，阴阳学中地纹线还是正位和巽位的分界线。地纹线包绕了整个大鱼际，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向腕横纹处。当手掌纹路中没有地纹，也就是没有感情线时，人纹从手掌的一端延伸至另一端，宛如一道伤疤，把手掌分为上下两段。手相学家把这种掌纹称作断掌纹。其实感情线并不是没有，而是和智慧线重合了，如果没有重合则称为假断掌。手中有一线中说的一线便是指断掌纹。古人认为拥有断掌的人热情又冷淡，善于与人交往，而且主观意识较强，有自己的主见，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突出，爱恨分明且有责任感，对目标比较执着。这样的人可以做成大事。不过断掌纹对男女又有不同的解释。如果男子拥有断掌纹，则被认为是创造财富的能力强，有上进心、责任心，不达目的不罢休。如果女子拥有断掌纹，则代表命硬、独立性强，性格倔强。俗话说，男儿断掌千斤两，女子断掌过防养，说的便是这个意思。手掌是人身体最活跃的部分，一些生活习惯或者职业习惯都能通过手掌反映出来。比如农民由于长期从事高难度的劳动，手上的指纹已经磨平，并且长出了厚厚的茧子，所以掌纹比较模糊。白领手掌的指纹比较清晰，纹路较深。钢琴家手掌的掌纹比较混乱，这和后天职业习惯有关。手掌的纹路不仅受先天因素的影响，也受后天环境的影响。
所以单凭掌纹来判断一个人的未来，并没有科学依据，相反迷信思想的成分反而更大一些。老祖宗的相人术也是流传了数千年的文化，在过去那个科学文化水平有限的年代，难免会产生一些迷信的思想，比如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男子断掌坐相公、女子断掌守空房等等。这些迷信的相人术虽然流传至今，但是他们只能被当作茶余饭后的娱乐谈资了。俗语作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财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认真分析和总结，把其中的优良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美好。第三，女人手掌通天纹命好吗？手纹会影响我们的人生道路迈向，夫子眼和通天纹全是掌纹的一种。在其中，夫子眼指的是拇指的手纹，通天纹则是以月球到中拇指的曲线图纹。女性手掌心上出现夫子眼和通天纹意味着啥意思？带住疑惑一起来看看手相算命怎么讲。一、通天纹掌纹。说到通天纹，常有那么一个见解，手里有通天纹的人能够封建。实际上，通天纹又叫穿前线，是手印起来通到中拇指的一花纹。有这样纹的人，一生不急需用钱。一般有通天纹的人，两手都是有，其八字必是天意贵人心，还会继续给他人产生好运气、财气。具备通天纹的人，许多是非富即贵的优秀人才，许多成功者常有通天纹。通天纹大部分是先天性就会有的，后天性产生的非常少见。听说先天性就会有通天纹的人，尤其是两手常有通天纹的人，由于上辈子的福报，公益慈善，铸就了此生的荣华富贵和好运气，另外也会伴随着时间，福寿才慢慢提升。这类人发展前途无量，终生财富许多，工作方面大有可为，一辈子钱财持续，年龄越大就越颇具。左手和右手的通天纹各自含有不一样的实际意义。二、夫子眼掌纹。从古到今一直有夫子眼者，必然是文曲星下凡，再不济的也是能舞文弄墨、文采出众的佳人才子的叫法。一些平常人也可根据后天性的勤奋越来越很聪慧，这样的人即便右手莫有夫子眼，再意味着后天性的左手上也是夫子眼。此外，夫子眼显著详细的人，体质好，又是家世富有，成年人后能有一番工作。夫子眼的纹理浓淡不一且有中断的人，判断能力与自控能力基础不弱。夫子眼的纹理参差不齐或破裂的人，健康状况较差且易衰老，年轻时便需好好的维护保养。在手相学上，夫子眼和通天纹全是好意头的手纹，日常生活是非常少见的。假如一个人另外已有2种手纹，必然是大富大贵的八字命局。第四，女人左手纹代表什么？看手纹的2大定律。左右手的在手相里代表意义为左先天，右后天。所谓左手先天，右手后天，比较白话的就是说，右手的影响比重较高，左手影响力较小。佩戴戒指风水禁忌。在中国，戒指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秦汉时期，那时的人们就开始佩戴戒指。在古代，戒指和手镯一样，不单单是装饰物，更是情感的寄托。男女互相赠送，以此证明忠贞的爱情。后来，戒指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义，从寄情之物转向为审美和财富的统一。时至今日，戒指作为主流时尚单品，款式丰富，材质多样，光是宝石戒指就有上百种。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注重的可能只是戒指好不好看，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戒指的风水学。殊不知，戒指佩戴不对，不仅不利于婚姻，还会导致你破财，小人是非多。那么戒指的佩戴到底有哪些讲究呢？大佬今天就来和大家细说一下。一、手、手指以及戒指的命理内涵。一、手的命理内涵。根据男左女右的原则，男性的左手代表自己，右手代表女友、妻子，而女性则刚好相反，女性是右手代表自己，左手代表男友、老公。二、手指的命理内涵。大拇指如印星，比如代表父母、敬仰、自大等；食指如比劫，比如代表兄弟朋友、平等交往、公平竞争等；中指如日主，代表自己、自我；无名指如财官星，
比如代表恋爱、婚姻、配偶等；小指如食伤，比如代表子女、独处、独身等。3. 戒指的命理内涵。已婚夫妇如果想同时佩戴2枚戒指的话，则需按男右女左的原则，戴在相应之手的中指和无名指上。戴错位置或者戴3枚及以上戒指，有招惹烂桃花的危险。2. 手指佩戴戒指有何讲究？ 1. 戒指佩戴在不同手上的含义。其一，由于男性的左手代表自己，右手代表妻子，因此男性戒指佩戴在左手上多代表婚前，佩戴在右手上则多代表婚后。其二，由于女性的右手代表自己，左手代表老公，因此女性戒指佩戴在右手上多代表婚前，佩戴在左手上则多代表婚后。2. 戒指佩戴在不同手指上的含义。戒指佩戴在女性右手的大拇指增福寿，食指单身旺桃花人际关系，中指旺财运，无名指结婚，小指破除小人单身。戒指佩戴男性左手，大拇指增福寿健康，食指提升人际关系交往，中指旺正财，无名指对配偶忠贞不渝，代表结婚，小指独身破除小人。3. 不同手指佩戴戒指的含义。1. 戴在拇指能增加你的权力。戒指戴在拇指上象征着权力，以前的皇帝不用做事就把戒指戴在拇指，其实戴起来活动并不方便，但就是因为这份霸气，才让古时上位者们痴迷。戒指戴在老者手上，则象征着福寿安康、荣禄绵长。古时候，但凡是戴在拇指的戒指，一般都说是金玉制造为主。玉戒指有降血压的效果，因为血管末梢都在手指，冰凉凉具舒缓效果。但是要注意，拇指上佩戴戒指最好戴在左手，戴在右手上容易折福，也容易因右手经常工作损坏戒指。大佬提醒，大拇指佩戴戒指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大气沉稳的款式，比如扳指类戒指。女士可以选择简约纤细的素圈款，就很清新百搭。2. 戴在食指，能增加你的桃花运。戒指戴在食指上象征着桃花，这样戴可以增进人际，包括异性关系，赢得社会地位。需要经常与人打交道的职业工作者会适合佩戴食指戒指，会让你平步青云，一路顺风。大佬提醒，食指佩戴的戒指可以选择有设计感的款式，比如造型立体的宝石戒指，或者是镂空的宽面戒指，显得个性有魅力。想要增强旺运效果，大可以选择紫水晶、葡萄石、红纹石这样同样有提升贵人缘的宝石。3. 戴在中指，能增加你的威望财运。戒指戴在中指上象征着威望财运，因为中指通常是代表承诺，所以结婚订婚戒指大都戴在中指，而且中指佩戴戒指最能招财，不妨试着佩戴。值得注意的是，中指戒指的选择要秉承大方贵气的原则，要给人一种坚实恒久的重量感和积极能量。大佬提醒，中指的戒指不宜选择太夸张的款式，可以选择大气的微香款戒指，因为中指招财敛财，也可以选择黄水晶戒指，招财效果更好。4. 戴在无名指，能增加你的运气。戒指戴在无名指，象征着无私，代表淡泊名利，不计得失，表达为了经营婚姻不计较付出和得失的无私情怀。俗话说，好人有好报，这样的人会有更好的运气。大佬提醒，
戴在无名指上的戒指，牌戒和关节戒指都很合适，比较时尚个性。要是追求古典传统美，也可以选择代表忠贞爱情珠宝玉石，比如珍珠、碧玺、紫水晶、红纹石等等。5. 戴在小指，能防止漏财，防小人。因为财富线在无名指跟小指中间，想防小人就戴这一指。尾戒代表辟邪挡煞，防小人，避免邪恶之气作祟。大佬提醒，佩戴尾戒看上去十分精致可爱，在款式的选择可以选择小巧精致一点的，这样会有玲珑秀气之感，也比较吸睛。4. 戴戒指的禁忌。1. 小指、无名指不可同时戴戒指，以免改成过路财神，有钱财却留不住。2. 小指和无名指只能择一而戴，否则会有反作用，而3、4个手指同时戴则无妨。3. 男左女右原则，男性左手代表自己，右手代表妻子，所以戒指戴左手多代表婚前，戴右手则为婚后。女性右手代表自己，左手代表老公，因此女性戒指佩戴在右手上多代表婚前，佩戴在左手上则多代表婚后。4. 未婚男女一般宜按男左女右的原则，根据自身需要，佩戴一枚戒指在食指、中指或无名指上为最佳，不宜同时佩戴2枚或以上戒指，否则有可能招致烂桃花。5. 已婚夫妇如果想同时佩戴2枚戒指的话，则需按男右女左的原则，戴在相应之手的中指和无名指上，戴错位置或者戴3枚及以上戒指，有招惹烂桃花的危险。6. 如果要想使用佩戴戒指达到声望婚姻感情运势的最佳效果，建议你最好还需根据自身命局选择最合适你生辰八字所需要之五行的颜色、材质、造型等戒指。比如你生辰八字之五行喜火，而红色为火，故你可选红宝石或红碧玺等之类。现在佩戴戒指已成为一种时尚，不管是年龄大小，或是结婚未结婚的，都以戒指为饰品。如果你要招财，无论正财还是偏财，建议佩戴的位置要多注意。要知道戴戒指的技巧，戴适合的话，才可以帮你带来财运。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